在中国西南的贵州省深山中，有一个被誉为苗族文化露天博物馆的地方，称作西江千户苗寨。这里历史与自然交织，文化与传统共存。今天我们将带你一同探寻这个神秘而又美丽的苗族村寨。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千户苗寨景区的西门，远处位于山谷中的寨子就是名闻遐迩的西江千户苗寨。因为景区不允许游客自驾进入，所以游客需要将私家车停于景区的停车场，然后搭乘交通车进入。将房车放在酒店停车场，我们得先去换票。贵州省对台湾的人民很友善，所有的 A 级景区到今年的年底之前都免门票，但是还是得到购票厅去换个免费门票进入。建议大家买所到的票，这样从北门进入可以避开团体的游客，人潮会少很多。被清脆的歌声吸引，来见识什么叫高山流水。高山流水是苗族和侗族为了表达对客人的尊重和欢迎的特殊饮酒仪式。酒由高而低缓缓流下，客人需要接住并一饮而尽，象征主人对客人源源不断的祝福和好意。很多餐厅都有安排迎宾舞，让人感觉很有旅游的氛围。来到这个广场，就明显感觉得到游客越来越多，然后就会庆幸自己买的是缆车票。这边排队下去就是坐接驳车的地方，大部分的团体游客都是搭乘接驳车进入。相对的，走缆车的这条线路人就少了很多，轻松不少。真心建议大家多花30元买缆车票进入，旅游的体验会好非常多。尊敬的各位游客，欢迎乘坐索道扶梯。乘坐扶梯的时候，请您照顾好老人与小。对，买了3张，好，谢谢。这高山流水的雕塑品看起来十分有趣。下了缆车还需要坐一小段免费的接驳车，大约2分钟左右的路程就会到小北门口。千户苗寨呢，是由10多个依山而建的自然村寨组成。吸引目光的是那千万户吊脚楼凝结成的东方神韵。不过呢，网上都说它太商业了，的确我来了也感觉非常的商业，里头全都是拍照的店家。不过想想，如果不是商业街，当地人也没有办法一直有收入，景区也没有办法维护得这么漂亮。这个机位是平面拍照看起来比较好看的机位，有几位抖音的博主天天在这边直播。
街上随处可见，都是这样的照相馆。随处都是招揽拍照的小姐姐。这位女店员也努力的在说服女儿拍一组。不要，不想。她是很快的，我们逛完了主街道。坦白说，没有太惊艳。除了拍照的商家之外，大概就是酸汤鱼以及饮料店，还有穿着苗族服饰的小姐姐们。看这个还没营业的广场，挺空旷的，适合无人机起飞。问了景区内的保安大哥，这里是可以飞无人机的，所以我们改用无人机的视角来欣赏千户苗寨。游戏里的梦幻之城，小说中的异域世界。当你登上千户苗寨的制高点，俯瞰万家灯火，万般想象就会在现实里开花结果。
拍完了夜景，准备搭接驳车返程。这人潮让我们足足排了10分钟才上车。这一段接驳车的终点站是观景台，要回到西门还得再搭2次接驳车才到得了。响起唤醒心中期望，你就添了幸福和吉祥。古宅里一片欢畅，人们身着着盛装，黑夜前呼苗寨人间天堂，袅袅炊烟在屋顶上飘。下了车又是摩肩擦踵的状态。小心！暑假的景区人实在是太多。对，坐车的吗？坐去溪口的吗？我的运动相机拍夜景不好看，那就不拍了。眼尖的儿子女儿看到了一只小猫咪。他以为有人吃。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西门，准备散步出去，回酒店休息。拍手。西门的夜景也是别有一番风味。住在西门有一个好处，是不需要拉着行李箱坐接驳车到景区之内。对于有长辈以及小孩同行的游客，住在西门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可以享受相对好的旅游品质。坦白说，西江千户苗寨还真是山高路远，不过当地苗家儿女载歌载舞，用热情的酒欢迎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旅游的氛围还是相当的浓厚。苗寨很美，是值得来的，但商业化很重也是事实，就带着一颗愉悦的心来体验当地的风土民情即可。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